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蓝翔水族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进鱼的过程。那这个过程呢，我们就会从我们的拆箱开始。那刚刚阿全已经把鱼呢从这个空军1号站拿进来了哦。那这空军1号站呢，基本上就是它像我们这次进的是印尼线，他们就会从桃园机场，然后帮我们配送到这个空军1号的，因为离台中最近的是八国站，我们就去八国站领过来。那拆掉外箱的这个纸箱以后呢，就会是里面的保丽龙箱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来把这个整个拆箱的过程，分享给大家看，然后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说，到底我们进鱼有哪些细节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哇，这包那么大包什么？好哟，每次拆箱都会有一种就是惊奇感，因为我们跟国外点鱼啊，基本上它会有个单子。那我们就点上单子上面的鱼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点 S 号、M 号、L 号这样，但有时候来呢会很惊喜，就不一定是。比如说我们点 S 可能来一只超大的，他们有时候就蛮随性的这样子。哦，大只是什么？哦，哇，今天有只这个这么大的，我们点了一个 L 号的粉蓝，真的来自 L 号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猜吧。它这鱼这么小哦，一包这样运送没有问题吗？基本上，因为这是走空运啊，那他们在包装的前一天呢，应该说他们在寄送前几个小时哦，他就把它包好，然后赶快送到飞机，飞机赶快过来以后赶快来到我们店里面，所以基本上他们这种已经都是有精确的计算过这个氧气的量，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那一些比较好的渔场呢，他们在这个寄送之前，他们还会做断食，就是会先让鱼不吃东西。这样子鱼比较不会在这个袋子里做排泄，比较不会污染水，所以这样子你看，基本上水看起来都是很清澈的。那就每个渔场出货的方式不同，那我们就会选择比较好的渔场，然后来购买。好，阿全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兑水。那我们会先把渔场来的鱼全部都放到这个橘色桶子里面，然后呢，先做对温兑水的动作。那因为他们在袋子里面，他们经过比较长的运输时间，所以稍微可能氧气还是不是那么足够啦，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打气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做一个强打气。老板，这个鱼的状况好像不是很好对啊，像这种，因为它刚下飞机啊，基本上有些鱼在袋子里面会稍微紧迫。你看，我甚至可以用手把它就这样拿起来。但是这种鱼呢，有时候我们在兑水，我们继续给它打气，让它在里面待一阵子，它有时候就会好了。你看，它现在开始慢慢的直立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这种鱼呢，基本上我们不会说一看到它躺着我们就放弃它，因为这种东西还是有可能它会回来的，它会状况变好，还有可能只在晕而已。像这个，就浮在这的，我们都有碰过这种，像这个浮在这的，有时候都还是 OK 的哦。你看它现在下去了，有时候只是太紧迫了。鱼的话是有个问题，就是它如果很紧迫的时候，它就这样躺在要浮活这样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兑水的动作？这很简单啊，因为像我们的 FO 缸里面啊，其实基本上我们的水质一定会跟他们原本来源的水质不一样，温度呢也会不同，所以说一定要做兑水，不然你直接把鱼就丢到这个我们的鱼缸里面，那它一定会就是很不舒服嘛。常常有听到印尼线跟菲律宾线，那这差别是在哪里？就是基本上印尼线的鱼跟菲律宾线的鱼，它们大部分很多鱼都是重复的，都是有的。比如说印尼有的鱼，菲律宾也有，但是我们比较少进菲律宾线的鱼啊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菲律宾线的鱼比较不稳定，它的品质啊，或者是它捕捞的方式啊，我觉得比较没有这么的好，所以来的话鱼的死亡率都偏高。那死在我们这里呢，基本上当然是比较还好啦，但是我们是不希望说这些不稳定的鱼会进到客人家里面。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店里面几乎是不进菲律宾线的鱼的，但是印尼线有个小缺点，就是印尼线的鱼它的单价会稍微比菲律宾线的再贵一点点。但是你这样想嘛，你买到品质好的鱼，死亡率低很多，跟你买到便宜的鱼容易死。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品质好一点的鱼，虽然价钱稍微贵一点点，但是死亡率低，那其实也没有损失的。那如果说鱼只在送来的时候就死亡，这样子算谁的？像这个，你看这只鱼有没有？这整袋水就是雾的。那基本上就看状况喽。如果说不同的出口商它会有不同的规则，有一些出口商它可以报损，就是它可能在你总鱼价的几% 以内，然后假设你有死亡了，那是可以报的，就是你可以跟原厂回报，你就拍个照跟他说证明说这个 DOA 就是到达时已经死亡，那就可以报。那有一些呢是没有办法报的，
那就看每个渔场不一样。哎，老板，你舀这个里面的水要干嘛？基本上呢，我们现在在做兑水的这个动作。那兑水大家可能应该不陌生啦。原本这个鱼缸子里面就要把这些鱼啊慢慢适应你的鱼缸里面的水，所以我们需要兑水。那我们兑水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做得太仔细，因为你可以看一下这边，我们这边的水量其实还蛮大的，所以我一次舀一条水这样倒进去啊，其实这个水质的改变，总体的改变也是蛮小的。那有些人会比较仔细，就是他会用一个风管，然后让它慢慢滴、慢慢滴、慢慢滴，让它水质的改变最小。那我们个人实务上的经验是，那其实我们这样舀一条进去，它的这个比重的改变也是非常小。那我们就是会多花个大概5到10分钟，我们舀一条进去，然后大概过个半小时、1小时，基本上这个兑水就会完成。那这些鱼的状况呢也都会蛮好。老板，那我们1个礼拜都进几次鱼啊？1个礼拜进几次鱼哦？这是好问题。我们大概1个礼拜只会进1次，不是我们很懒哦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呢这些鱼进来啊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去给它好好做检疫，因为通常检疫通常我们至少会需要1个礼拜的观察时间呐。那如果说假设这1个礼拜内你又有新的鱼进来，那这些鱼很容易我们会搞混了。第一个是会搞混的问题，第二个是你如果又进了其他鱼进来，那这些新的寄生虫、这些新的病菌又会被重新带入。那我们这个下药的剂量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处理的过程，可能就会稍微受影响。所以我们还是一直秉持着1个礼拜尽量都只进1次鱼啊，除非会碰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线路，比如说像有时候红海线，有时候美国线，那我们就会斟酌一下，可能1个礼拜会进了2次。不过大部分正常的时候，1个礼拜都是进1次。那你刚才提到的是优点，那如果进的次数少，会有什么缺点？缺点哦，就是鱼会比较少嘛，对不对？假设你礼拜2、3来好了，因为他礼拜6日就客人都有挑过了，所以你礼拜2、3来，鱼的数量一定会少一点。哦，那但是为了确保我们的鱼的品质啊，我们还是必须这样做啦，这样子我们比较有控管，也可以提供消费者比较好的鱼况。好，再来我们要做第2次的鱼汁兑水，那我们就一样舀水进来。为什么有分第1次跟第2次啊？因为鱼汁在兑水的时候，它们需要适应。那我们做越多次的时候，它的适应的我们的水的盐分会趋近，它们会比较舒服一点点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的习惯是做2次的鱼汁兑水，这样就够了。再来啊，我们要帮鱼汁做个人的拍照的记录，那我们之后上传到我们的脸书，客人才知道说鱼汁的照片长什么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要逐一的帮他们拍照。那我的习惯呢，会从大只的开始拍，这样子比较不会容易搞乱。那我们的时间大概经过了10分钟之后，我们的鱼汁就可以放到我们的缸子里面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帮鱼汁做他们要去的家，帮他们做分类，不要说大只跟小只放在一起啊，容易打架这样子。好，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我们就把比较凶的鱼汁把它们独立关起来，像我们的双色草莓或者像我们的6线龙是比较凶的。那么放完鱼汁之后啊，我们就会继续观察说，因为有些鱼汁个性还是比较凶的，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，我们的小丑鱼它现在一直在疯狂的霸凌这一只小丑鱼，红色的会一直欺负它，所以像这种时候，我们就要再把它移走。所以我们的鱼汁放进去之后啊，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观察，说我们的鱼汁到底会不会像现在有打架的状况，像现在这样子，它就在霸凌它，我们就要把它捞走。那我们的鱼汁放入 FO 缸之后，还会再做什么处理呢？我们的鱼汁啊进到我们的鱼缸之后，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，那我们最常用到的东西就是这个铜离子的添加剂的东西，那我们就会提升我们水中的铜离子的浓度，来让我们的寄生虫在水中脱离。那我们就尽量能把能做的都做到最好，这样。很多客人会问我们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是怎么样去确保说我们卖出去的鱼啊都是健康的？哦，其实这个问题哦问得很好，因为我们很难确保说我们出去的鱼是100%是完全健康的。哦，主要原因是因为鱼身上有各种不同的寄生虫，像有白点虫啊，可能有体外虫啊、体内虫啊这类等等的。那有时候还甚至有一些细菌性的病。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，我们会依照我们自己的 SOP 的流程，比如说像鱼一进来，我们会让这个铜离子的浓度大概上升到某个程度以后，然后呢，确保说这些白点虫啊是可以不要在里面发作的，然后是可以把白点虫脱落的这些虫体都给杀死的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根据每一只鱼，我们会观察它们。如果说这只鱼有一些擦身的状况，但是它却没有白点，
那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淡水浴啊，或者是进行一些福马林的药浴啊等等的这些的动作。我们这边的鱼啊，基本上大概待可能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，基本上啊，就是跟一般检疫的流程是差不了太多的。那但是我们也很难跟大家保证说，我们的鱼出去一定是没有病的。我想应该没有水族馆敢做这样保证，但是我们可以确保说，你当下看到的鱼啊，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病征的。这是我们可以就是跟大家讲。那如果说真的是有问题的鱼，比如说它有一些菜花，或是有一些体外虫，或者有一些很明显的症状，我们当下如果捞鱼我们有发现，我们也会告诉客人说，这条鱼可能有点状况，我们不要购买，那可能要再等一等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鱼缸其实有3座了。那这3座鱼缸呢，分别第一座是我们人工小丑鱼的缸子，基本上里面就只会放全部都是人工的小丑鱼，我们也不会跟旁边的鱼友做任何的水质的混合，因为那边人工鱼基本上全部都是人工海水素、人工的鱼，那不会跟这种野生的鱼有混到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确保说这些人工鱼是完全干净的品质的。那接下来这2缸呢又有什么差别呢？这2缸都是野生的鱼，基本上我们的分别方式就是我们一开始进来的鱼，像是印尼线的鱼，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先进我们这一缸比较大的。那等到检疫了一阵子以后，它们真的变得稳定了，确定这个基本上观察了1周都没有白点虫了，我们可能就会把一些比较健康的个体移到右边去，或者是有客人订的有特别需要做检疫的，这边初步检疫后，我们就会移到中间的缸子去。所以中间的缸子鱼相对会比较稳定一些，就大概就是这样。其实我们花蛮多时间去照顾这些鱼池的，不管是驯饵啊，或者是投药啊，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的处理，其实我们花了蛮多时间、蛮多心力在照顾这些鱼的。那希望大家就是有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鱼那有兴趣看我们的鱼单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更新1次，在 Facebook 脸书粉丝专页上面，我们都会更新鱼单上面。那都会有照片，然后它的名称，还有鱼的这个数量、尺寸跟价格都会写在上面，还蛮清楚的。有任何疑问的朋友，欢迎私讯我们脸书粉丝专页，或者是直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好，那就这样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